我最近特别爱吃小龙虾拌面，但是这玩意儿每次做都是折腾半小时，完就吃5分钟，所以我打算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做点小龙虾浇头，这样以后想吃就不用现做了。然后为了能省点事儿，我刚开始想用现成的小龙虾肉，但是这种肉吃着特别面，就直接让我放弃了。后来我还买了好多种龙虾尾，不过虾尾不管怎么处理，做完了都有很大的腥味，所以它也不能用。那么好啊，既然条条大路都不通，那不如直接走老路。我们赶着早上5点半市场刚开门的时候，去一只挑了400斤活的小龙虾回来。到家之后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咱们放下杂念，直接进入生产队。这些小龙虾刷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都给炸了。我的想法是趁它活的时候先炸，炸完了再去虾线，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虾肉的紧实。不过这么处理起来就麻烦了很多。这400斤小龙虾，我们8个人分解了2天才分解完。我感觉我活到现在，拢共都没吃过这么多小龙虾。那后来干呢，给手指头都缠上膏药了，真是肿的没边了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光保留了虾肉和虾钳，脑子里的虾黄我们也都抠下来了。虽然很多人说这玩意儿不能吃，但鉴于我们的生命难度，我的理念一直是我只管今天吃的香啊，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是明天的事儿。收拾完这些虾，可算能消停歇会儿了。然后这些小龙虾肉，我们打算做成2个味儿的浇头。蒜蓉味儿的，我们整扒了40斤蒜，然后炒了一大锅蒜蓉酱。这现在空口就馒头都特别好吃。香辣的是用虾钳煮的底汤，所以这汤有特别香的虾味儿。就这些小龙虾呀，在我手里算是彻底给他们用到头了。最后要把虾肉分别放到2个汤碟里，再烹调一下。为了吃的时候方便，我们提前把芡都勾好了。现在这香辣味的是麻辣鲜香，特别入味；蒜蓉的也是有特别浓郁的蒜香味，就连这虾钳嗦了起来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就把所有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只要有手，在家只需要2分钟就能吃上这么一份味道浓郁的小龙虾拌面和拌饭。但是这么算下来，这一份浇头光食材成本就要合到80块钱了。不过这种在小龙虾里找面吃的感觉实在是太爽，尤其是晚上饿的时候，要是能迅速的吃上这么一份大碟，我的天，我必须得说上一句虾门永存。和400人一起去露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做了一个以物换物的露营活动，我们打算做300斤酸梅汤和600斤周黑鸭去和大家交换食物。不过计划的挺好的，做的时候却遇到特别多的意外。先是因为下大雨，导致酸梅汤的原料送不到了，我们后来跑了半个哈尔滨的中药店才把这些东西都买齐。然后准备熬汤和洗鸭货的时候，家里又停水了，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搬着这700-800斤东西去我妈家求救。结果刚收拾了2个小时，这边又停水了。我当时看着那水龙头我都快哭了，我寻这也不是本命年呢，怎么能这么背呢？所以后来那几天为了抢时间，我们基本就没怎么睡过。但是要命的是这2样东西做起来它就急不得，因为酸梅汤是用砂锅熬的，只要但凡大点火，那就得漏得跟花洒似的。然后鸭货也不能急，因为每种鸭货的时间和火候都不一样，就只能一锅一锅干。我们前后一共卤了50多锅，为了入味卤完又泡了一宿。不过过程虽然折腾，但东西做完了还是挺好吃的。这酸梅汤合成本9.5块一瓶，喝起来味道特别纯正，鸭货卤的也特别入味，味道真的很像周黑鸭，但就是做的太慢了。后来打包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出发前的最后6小时了，就看着那倒计时都要给我急死了，急得我只想上厕所，但是却一滴都尿不出来。真的，我上一次出现这种生理反应的时候，是我高考那年以为自己答不完卷了。然后早上4点多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到这之后，我们把天幕支上了，就开始等着大家来了。我们这个活动的规则很简单，就是哪怕只带一块口香糖来，也可以换走一份我们做的吃的。其实这个活动有且只有一个参与门槛，就是玩的高兴。不过来的朋友们真的都特别热情，有带狗的，有骑马的，有带200个烧饼的，还有带300杯奶茶的。好多朋友还带了自己做的吃的，都特别精致。就这么一比，我们几个好像就是个废物。然后还换回来好多有趣的东西，从英国来的 CD， 从沈阳来的鸡架，从旁边河里现打的鱼，还有这过2天就要结婚的喜糖。而且大家玩的也特别高兴，分别组成了流水的麻将局、狼人杀局，还有永不散场的酒局。还有好多从头到尾一直热心帮忙的朋友们，真的特别感谢。所以陆续我们就把交换局做成分享局了，把所有吃的都给大家分了。后来我看情绪到了，我觉得是时候邀请大家喊出那句夯实的口号了：狗送好好活着。
我最近要让这个一天热死了，天天一动就一身汗，完了吃不进去饭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鸡架和200斤其他。我打算做一个解暑3件套，好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至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被活活饿死。但是没想到这些东西批量制作起来居然这么麻烦，尤其是这个鸡架，差点没给我们几个做嘎了。我们得先掏掉肺子、贴骨血、皮燕子，还得再反复的浸泡和清洗，这样吃的时候才能没什么腥味。然后我原本打算把这鸡架上的鸡腰子给做了，但是我们试吃了一下，发现这玩意儿香是真香，但说法也确实是挺大。就吃完这一小盘之后，直到凌晨3点，我看这哥俩眼睛里汗呼呼往外冒火呢。然后这鸡架我们的做法是先卤后拌，卤完的鸡架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后来又用这原汤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拌汁儿，但是这会儿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，就是这鸡架不能剁，只能掰，而且还只能掰一个拌一个，要不然就会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。等把这些鸡架都装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凉拌面了。为了吃的香，我这次做的是葱油凉拌面，而且每一份里都配了一袋油炸花生米。这面条吃的酸酸辣辣的，是既开胃又爽口。但是麻烦的是，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独立包装，就导致这个流水线特别混乱，后期甚至出现了1个人上厕所需要经过4个人审批的恶劣事件，就一度都要给我干崩溃了。我寻思明明是在家呀，怎么处处飘着单位的脏风气呢？然后做绿豆沙的时候，我从泡绿豆到煮绿豆全部都用的是薏米水。就解暑虽然迫切，但祛湿也同样重要。因为我们家这空调已经整整2个月没关过了，我甚至觉着我每天上秤就是为了检验昨天的泡发成果。这绿豆沙我是调味做的浓缩版，回家冻着直接吃，就是特别香浓的绿豆沙冰棍，也可以再兑点奶，那就会变成一杯带着冰碴的绿豆牛乳冰。最后把这2000多袋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这餐包只需要回家加点配菜，用不了5分钟就能得到一份既能吃饱又能吃爽的解暑套餐。然后要是想少刷一个盘的话，还可以直接做成鸡架拌面，这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整上这么一顿可真是太舒服了。主要做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哈尔滨就开始降温了，在多数城市都40多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过20多度的夏天。就这个天气，我真的特别想感慨一句，当年投胎赌对了。我最近要参加一个好大儿的婚礼，然后受我儿之托，我们要和他一起做出来300份这次婚宴给大家准备的伴手礼。因为考虑到他办的是草坪婚礼，所以这个伴手礼包我们打算做点吃吃喝喝的东西。这第一样东西是垫肚子的蒜香黄油面包片，为了配合婚礼的气氛，我们自己做了好多新型面包，还调了个巨好吃的黄油酱。这烤完了有特别大的黑胡椒香味和蒜香味，然后吃着还特别酥。但是这新型面包做起来太麻烦了，我就掺了一半法棍。就是我跟新郎讲的也很明白，我说如果你想每片都做成新型的话，那基本可以确定你俩的1周年纪念日就是我们哥几个1周岁生日。然后我们要做的第2样东西是喜糖，但是这么热的天吃糖实在太干巴了，我就买了3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点果冻来蘸这个喜糖味。我们的计划是1大带6小，大包装做鲜果果冻，果子都扒皮去核了，冻用的是茉莉花茶做的茶底冻，这冷藏一下吃真的特别清爽。然后小包装呢，我们选了6样水果榨汁儿，都做成了果汁果冻。但是快做完的时候，爹告诉我们临时又加了10桌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共得做出3000多个果冻，而且只能一个一个做。这是我们做这么多东西以来第一次对数字感受到恐惧，真的，就我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我他妈感觉天塌了。然后第3样东西，我们想做的是最近特别火的杨梅荔枝饮，不过为了喝的时候方便，我们只保留了杨梅果肉，最后做的是杨梅荔枝气泡饮，并且做完就直接冷冻了，等拿到现场的时候正好是化的有点冰碴的状态，喝着特别爽。完了最后一样东西就纯是为了凑双数，新郎让我自行发挥，于是我买了400张刮刮乐回来。最后把所有东西都给爹审了一下，爹表示非常满意，然后我们就把每一样东西都贴上了喜字和新人的 logo 贴。就这会儿我们已经完全是靠意念在支撑了，做这些所有东西我们整整干了7天，每个人睡了不超过30个小时。不过好在最后没耽误什么事儿，所有东西都准时摆到婚礼现场了。看着这么多年的哥们嫁人，心里还是挺感慨的。但是吃完席之后我就开始发烧，整整病了10天。后来我跟我这爹说，我说你俩可一定得好好过呀，真的，我们为这场婚姻付出的可真是太多了。
我最近特别想吃鸡翅包饭，但是外面卖的基本用的都是冷冻的半成品，就是肉少饭还不香，所以我买了400斤全翅和一桌子海鲜，我打算在家做点炸裂版的鸡翅包饭。然后为了吃得爽，我们是用整根的鸡全翅去的骨，这样既能塞更多的米饭，又能吃到翅根上的那一块大肉。但是这么做的难度就在于翅中的骨头得跨过翅根才能取到，而且还不能把皮弄破，所以我们都是先掰断关节再剪筋去骨。这活后来干的特别像骨科正骨。就这些鸡翅去完骨之后，差点没给我们家那狗乐死，他自己可能也没想明白怎么就稀里糊涂过上年了。这些鸡翅去好骨之后，放入足量的奥尔良腌料腌制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决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这包饭里边的饭不香。我们的做法是先把这些海鲜取肉做成麻辣小龙虾口味的，再把它们做成海鲜炒饭塞到鸡翅里，这想想就特别好吃。然后这炒饭我怕腻，就配了好多时蔬粒儿，但是这么多东西一起做炒饭，炒起来实在是太费力了，那给我家那炒勺都给干折了。后来给我干的直恍惚，我寻思明明应该是个黑作坊的活呀，怎么还在家炒上大席了呢？不过后来往鸡翅里塞饭才是最让我崩溃的，我没想到这活居然这么麻烦。就这活用裱花袋用漏斗都不行，就只能用大拇手指头往里生堆。我们需要先把炒饭塞到8分满，然后再把翅根那块肉塞进去，要是赶上有破皮的地方还得用牙签再给它缝起来。就干到这儿我算明白了，这玩意儿活该只卖半成品，要全在家自己做那得做死。但是烤的时候又出现了个新问题，因为鸡翅大小不一，家里烤箱特别容易给它烤炸了，所以我们又去夜市勘察了一下。在经过一番试探和交流之后，我学到了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，我直接干了个加盟。这些鸡翅我们最后都是炭烤的，然后还刷了2遍蜂蜜水，它现在外面那层鸡皮是脆的，里边的肉和饭也特别入味。就这个鸡翅包饭吃的时候必须分3口吃，第一口要吃到上面那块满满的大肉，第2口吃到最绝的奥尔良鸡翅包海鲜炒饭，最后把翅尖嗦了干净，再喝瓶饮料打个嗝，真的特别满足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塑封冷冻了，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，5分钟就能吃上这么一份炸裂版的鸡翅包饭。就这东西要是等过2天端午节家里聚会拿出来，我估计今年我家可能是没人去吃粽子了。